嫂子娇生惯养，不愿意带娃，将孩子扔给我。可侄子吃饭严重挑食，脾气还大，动不动就摔碗骂人，还要让我像仆人一样伺候他，喊他小少爷。为了改掉他这个毛病，我动手教训他，嫂子却将我打侄子的视频发到网上，说我虐待儿童，让众多网友网暴我，自己则吸了一大批粉丝直播带货。大哥知道后将我揍成残废，爸妈也怨恨我打了他们的宝贝孙子，将我一个人丢在医院等死。再次醒来，我回到动手教训侄子这天，楚月，快去喂你侄子吃饭。正拿着手机挑选衣服的嫂子用胳膊肘狠狠地撞我一下，格外娴熟地命令我去伺候小侄子。我没有起身，而是看着远处的小侄子又摔了碗，站在那里大吼大叫。我不喜欢吃胡萝卜，不喜欢吃芹菜，不喜欢吃西红柿，为什么要做这些讨厌的菜？楚月，我要吃肉，你快点去给我买。小侄子的尖叫声如魔音绕耳，从他稍微懂一点时开始，他就跟嫂子一样喊我名字，将我当做楚家的仆人。我从来没听见他喊过我一声姑姑，不仅是嫂子，连同我爸妈和我哥哥都将他当做宝贝来宠，惯得无法无天。可幼时明明只要我不听话，爸妈就会拿小臂粗的棍子狠狠揍我，说娇生惯养出来的孩子难成大器。前世我担心小侄子再这样下去，将来会成为社会毒瘤，为了让他改掉这些毛病，我直接出手教训他，想要让他乖乖听话，做一个懂事的好孩子，却没想到这件事直接让我丧失生命。重活一世，我可不会再像前世那样乖乖当个傻缺大冤种。既然他们自己都不在乎小侄子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，我又瞎操什么心？他自己有手有脚，凭什么要我喂？我没动，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玩手机。要喂也应该是嫂子你喂，你是他妈，这要是传到外面去，不知道还以为我是他妈。我还年轻，可不想无痛当妈。嫂子顿时黑了脸。楚月，你说什么呢？让你给小侄子喂饭就累到你了？都多大的人，你怎么还这么矫情？嫂子，我可没这么说，小侄子不吃饭不是缺人喂，是没看见肉。我笑了笑，朝小侄子招了招手。梦梦，你要是想吃肉就跟你妈说，她这么宠你，肯定会给你买好几斤猪肉让你吃个够。小侄子瞬间亮了眼，跑到嫂子面前说要吃肉。嫂子一听脸都僵了，她兜里的钱可准备好下午去做美甲的。梦梦听话，你小姑说肉吃多了对身体不好。小侄子立刻恶狠狠地剜了我一眼，哭嚎着将我妈闹了过来。我妈直接扯住我的头发，破口大骂，小兔崽子，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欺负我的宝贝孙子，真是给你脸了。平日里给小侄子做的饭都是以素菜为主，怕他吃多了肉对身体不好。嫂子也不同意给小侄子多吃肉，一是舍不得花的钱都跑小侄子肚子里去了，二是他不喜欢肥头大耳的孩子，嫌个硬人。所以我妈和小侄子闹的时候，嫂子都会将我推出来挡枪，害我被我妈打得浑身是伤。前世我体谅她远嫁在家里不容易，处处包庇维护她，可现在我可没那个善心将自己往死路上送。我没再像前世那样包庇嫂子，而是立刻解释，妈，我没说过这种话，小侄子喜欢吃就应该多吃点，这么小的年纪就该宠着，开心就好。我妈的脸色这才缓和过来，再敢欺负我的宝贝孙子，我就撕烂你的脸。原本还幸灾乐祸的嫂子，没想到我竟然会这么说，对上我妈的眼神，瞬间心虚了，却又在收回视线的时候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我在心里冷笑一声，他这种人就会捏着我的良心，让我成为全家人的公敌，想用我来衬托他多高尚美好。这一辈想都别想，我妈吼了我，还不赶快去给我宝贝孙子买肉？我可不想再当他们免费的保姆。开口提议，妈，小侄子喜欢吃嫂子买的肉，你让嫂子带小侄子买去呗，这样小侄子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养得白白胖胖的也给你长福气。小侄子一听，立刻抱着嫂子的手，叫我不停，我不要楚月带我去，我要妈妈带我去买肉。可我，嫂子动了动嘴想拒绝，她不想花做美甲的钱来给小侄子买肉，家里的钱大多数都被我妈收着，要是花得多，她就只能做些简单的图案。我妈不耐烦地催促她，可什么可？让你带我宝贝孙子出去是给你脸了，你还不赶快去？要是饿着我宝贝孙子怎么办？嫂子无奈，只能带着小侄子出去。我积极主动地将肉炒了，摆放的时候故意摆到小侄子面前，多吃点，你看都饿瘦了，以后想吃什么就让你妈给你买。爸妈对我的表现很满意，小侄子对我哼了一声，以后再敢给我做那些讨厌的饭菜，我就把你赶出去，别想再在我家混吃混喝了。要是换做往常，我大概会顶着我妈的怒火说小侄子一顿，纠正他错误的认知。可现在我没生气，反而笑了笑，让小侄子吃得饱饱的。既然侄子挑食，那就让他只吃自己想吃的，脾气大了就任他发泄，刷碗砸桌子更是随意，反正又不是我花钱买的，怎么造我都不心疼。我再也不会愚蠢到在他无理取闹的时候管他。在嫂子眼里，生孩子就是用来讨好我妈和巩固地位的。平日里在手机上发侄子的日常，营造一个好妈妈的人设。侄子闹脾气了，他也不敢管，怕我妈骂他，但他经常烦不胜烦，就故意怂恿我上，让我替他教训。自己又在网上说很爱自己的宝宝，不舍得伤害自己的孩子，更不舍得用暴力的方式来教养自己的孩子。现在大家都是新生时代的人了，不应该像老一辈子那样，孩子是用来宠的，不是用来骂的。嫂子营造得很成功。前世我只不过是在侄子刷碗骂人的时候，在他屁股上打了几下，就被网上无脑的人咒骂，连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遍。我哥不知道听嫂子说什么了，不太乐意的说我，什么叫让你嫂子去买？你嫂子花的钱不是我的钱啊，别怂恿我儿子乱花钱，既然知道照顾你侄子，就该自己掏钱。嫂子转了转眼珠，接着说，楚月，你哥干的都是苦工，挣钱不容易，不像你是个高材生，在办公室里做一做就能够月入上万。按我看，你住在这里，吃的穿的住的用的都是我家的，就该把挣的钱全都交上来。爸妈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我之前没跟我妈说过我收入多少，怕她把我的钱全要走。后来公司发钱的时候，无意间被嫂子看见，被她惦记了很久。我呵呵笑了，原来打的是这主意呀！我妈脸色都变了，拿起扫帚就往我身上抽。楚月，你竟然敢欺骗我！
我爸也吐了口唾沫骂我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挣这么多钱不交出来，竟然还敢私吞，畜生东西！侄子已经被惯到认为家里所有人的钱都是他的了，恶狠狠地抬脚踹我，阴沉着脸骂敢偷我的钱，将他赶出去。我倒也不慌乱，妈，我要有这钱我早就上交了，嫂子看错了吧？你们也知道，嫂子不会工作，也不会带小孩，你们年纪又大了，经不住闹腾，这重任只能落在我头上，我哪有时间工作？早就被公司辞退了。爸妈瞬间停住了手，相互看了看，我爸理所当然的率先开口，那你赶紧出去找工作，每个月赚的钱都必须一分不少的上交。我妈看了嫂子一眼，话里全是对嫂子的嫌弃，以后这娃就让你嫂子带，家里的事情也该轮到她做，她整天就知道在家里混吃混喝，乱花我儿子的钱，比我们还会享福。他们早就对嫂子不满意了，只不过之前有我哥护着嫂子，嫂子又争气生了个带把的，再加上家里所有事情都扔到我身上，出事了就找我撒气，这才放任嫂子在家里享清福。侄子也大声嚷嚷，奶奶就该让他滚出去给我赚钱，整天就知道做我不吃的菜，他这是想害死我，贱人！我倒也没再生气，立刻笑眯眯地答应下来，生怕他们后悔了。好，嫂子却傻眼了，她没想到事情会往这个方向发展，更没想到我竟然没再和爸妈作对，到头来搬石头砸自己脚，没办法再母凭子贵，还要变成伺候人的老妈子，气得急忙开口，爸妈，我根本就不会带梦梦，也不会做家务，这样我会变成黄脸婆的。我妈瞪了嫂子一眼，口里喷墨，你什么你？怎么楚月出去赚钱了，没人伺候你了，还想让我们伺候你不成？嫂子被点穿，脸色都变了，既羞耻又难看至极，扯了扯我哥的衣服，急躁地喊，建军，你说句话呀！我哥甩开他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嫂子委屈的在想说什么，我哥直接黑了脸，骂骂咧咧道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拿着我的钱都干什么去了，整天就知道乱花，你知不知道老子挣钱有多累？楚月真是长大了，还知道给我分担一些，倒是你这个败家娘们，如果不是我妈将钱都收好了，钱早就被你败光了。嫂子气急败坏地瞪我，我笑呵呵地对着她，我连忙收拾东西出去找工作，当然不可能真的找工作，然后把我辛苦挣的钱全都上交给爸妈，除了晚上，我基本上都待在外面四处闲逛，只要爸妈一问我工作找得怎么样了，我就拿长时间没工作、专业不符等一系列理由搪塞过去，不用再在家里当免费保姆，说窝囊气，简直爽死我了。倒是嫂子，每次大晚上回来，我都能看见我妈吼着嗓子教训她，说她连干活都干不好，伺候不好宝贝孙子就算了，竟然还敢对她宝贝孙子撒气。不过几天，嫂子整个人就憔悴了许多，精心护理的皮肤也都粗糙了，刚做好的美甲也都被我妈剪得又短又丑。嫂子每次见我，眼里都含着怨气，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了。我全当没看见，美滋滋地回屋睡觉。等天一亮，我就假装努力找工作跑了。舒坦日子过了几天，我妈的一通电话让我知道，嫂子已经忍不住报复我了。死丫头片子，你死哪去了？赶紧给我滚来了！要是让我孙子有个好歹，我弄死你！刚赶到医院，我妈就想抓着我的头发扇我，被我提前预判躲过去了。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看向躺在病床上的侄子，担忧地问妈：发生什么事了？梦梦怎么住院了？我妈凶着脸，扯着嗓子骂：死丫头，你还敢提我宝贝孙子？要不是你给我宝贝孙子吃垃圾食品，梦梦她怎么可能会昏迷休克？都是你害了我孙子，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蛇蝎心肠的女儿？我当初就该掐死你！我爸也恼火，他这人最是重男轻女，认为男子就是上帝，手里抓着凳子要往我身上砸，看着我的眼神恨不得现在就弄死我，给他孙子偿命。要是我孙子有个好歹，老子把你腿打断！我哥也气急败坏，只有嫂子坐在旁边，眼里藏不住笑意。而不远处的角落里架着一个正在直播的手机，弹幕里全都是对我的咒骂，其他病床上的病人和家属也都纷纷骂我是个恶毒的白眼狼。门口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护士匆匆赶来想要制止，却根本挤不进来。我妈有了刚才的教训，特意扯着我，我哥也站在身侧围着我，让我一时没躲过去，对我爸扔的凳子砸到，痛得我直冒冷汗，大声解释这件事不是我干的。楚月，我知道你记恨梦梦以前使唤你，还老是嫌弃梦梦挑食，给你甩脸子，可你不能为了报复梦梦就想要害死她呀。嫂子一脸痛心地说，你之前说梦梦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奇怪，你怎么一下子这么宠梦梦了？原来是你想要报复梦梦，可怜我的儿还没享受又遭罪了。他瞥了眼床上的侄子，侄子立刻指着我骂，就是他干的，爷爷奶奶，他想害死我，你们给我教训他！放屁！我将他的小动作看在眼里，心中冷笑，他会装，我就不会装了吗？我立刻哭了出来，爸妈，我知道男人生来就该被女人伺候的，为了能够早日找到工作好上交钱，让你们改善生活，让我哥轻松一点，我每天都早出晚归，舔着脸上门求工作，哪有时间给梦梦买垃圾食品吃？我知道嫂子不喜欢我，明明之前家里都是我在干活，她只管舒舒服服的躺在家里就行了，现在我为了大家好过点出去找工作，没办法再照顾你们，这重担都落在嫂子身上，让她一时之间接受不了，那也不能平白无故就冤枉我呀。嫂子愣住了，很快又反应过来，你胡说什么？我可没有冤枉你，再怎么说梦梦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是我的亲儿子，我怎么可能为了冤枉你伤害我儿子？我妈满眼都是她的宝贝大孙子，自然是无脑向着嫂子的。楚月，你这贱丫头害了我孙子还不够，竟然还想害我儿媳妇！眼看嫂子嘴角的得意快要压不住了，我忽然开口，我有证据证明我的清白。他们以为我是在拖延时间想要跑路，压根没信。我直接掏出手机，打开客厅的监控视频。我知道家里的监控早就坏了，但爸妈年纪大了，身体容易出毛病，梦梦也还小，要是出事没发现可就坏了，所以我找了个时间特意将监控修好了。监控是在侄子出生后不久安装的，有些家庭会担心孩子出事，特意在家里安装监控，避免出门后孩子出现什么意外。
嫂子嫌侄子吵，经常将侄子丢给我照顾，爸妈又让我干家里的所有家务，我出门的时间越来越少，甚至连工作都没法上。我哥知道我变成了侄子的小保姆，也省得多操一分心，更懒得多花1分钱修监控，就这样一直坏着。我将手机拿给他们看，侄子天天嚷着要吃大鱼大肉，但嫂子根本就没做过饭，哪里能满足得了挑食的侄子？又怕我爸妈说他伺候不好他们的宝贝孙子，还记恨我不光将侄子扔给他带，连家务都落在他身上。嫂子趁我爸妈不在身边，天天给侄子点垃圾外卖吃，还哄骗侄子。如果爸妈和我哥问起来，就说是我买的，真相大白。嫂子脸都变得惨白惨白的，她阴冷地看着我，恼羞成怒地吼道：“楚月，监控修好了，你怎么不早说？”我悠悠开口：“我忙着找工作，一时间忘记跟你们说了。谁想到你会干出这种事情来啊！不早说不就是防着你吗？”我妈立刻变了脸，上前抓着嫂子的头发，啪啪抽她脸，疯婆子一样殴打。好你个白巧，竟然毒害我宝贝孙子！嫂子被拽得头皮疼痛，脸都狰狞了，还死鸭子嘴硬。哎呀，疼！妈，我没有，一定是楚月在冤枉我。我爸的老脸都被他丢光了，又黑又白的，感情闹了一顿，是他们的好媳妇搞的事。我哥和我爸一样，把脸面看得很重。听着反转后，周围人对他们的谩骂声都不说话了。我掀起眼皮瞧了瞧大家的反应，又加大了马力胡编乱造。我刚才好不容易快要面试成功，一家大公司1个月能够2万，可 HR 一听见我害了自己的亲侄子，立刻让我滚了。我哥突然开口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：“你说什么？1个月2万？”爸妈也都愣住了，毕竟我哥辛辛苦苦1个月才不到5000的收入，而我张口一编就是2万，他们心里可疼着呢。一个电话就毁了他们的2万块钱，我妈气得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，两眼昏花，扯着嫂子打得更凶了：“你这个败家的贱人，害我宝贝孙子住院，教他说谎，现在又陷害我女儿不成，竟然还害他丢了饭碗！”我哥我爸这下实在是忍不住了，纷纷出手教训。侄子躺在床上也快要气死了，恨他妈让他丢了2万钱，手术这夜没办法动弹，就伸出脚在他妈身上踹还不解气，还张口骂骂咧咧，什么脏话都说了出来。嫂子的惨叫声不停，场面一片混乱，而我在旁边假惺惺的劝架，直到警察过来，这场闹剧才停止。爸妈彻底不待见嫂子了，他们对我的态度也变了，再也没对我凶过，反而天天笑脸对着我，希望我再去找工作。我压根不担心谎言被揭穿，这还得多亏了嫂子之前暴露我工资时故意将我说的有多能耐，还特意将我赚的钱夸大了2倍不止。再加上他们又不知道我去哪面试，根本找不到人求证，而嫂子故意摆放手机开直播，想让我身败名裂，跟前世那样吸一波粉丝，也遭到了反噬，全网都是骂她这个当母亲的蛇蝎心肠。爸妈担心侄子再出什么意外，打算亲自照顾，将他宠得越发无法无天，天天吃香的喝辣的。只要侄子不喜欢的，从来都不会出现在餐桌上。才7岁就已经100多斤了，远处看像个圆滚滚的肉球，脸上的五官都快被肥肉挤没了，发育也比同岁小孩缓慢，智力都比不过5岁小孩。而嫂子这几天被折磨得肉眼憔悴了，皮肤也变得蜡黄，手上磨的全是茧子，粗糙难看。家里的护肤品、化妆品也都被我妈扔了，她恨极了侄子，看着胖成一团的侄子，快嫌弃死了，在家里都离侄子远远的。我哥也有点受不了，实在是太胖了，跟侄子出门的时候，别人都笑话他，但爸妈可宝贝的不行，能吃是福。而且我宝贝孙子将来可是要当大人物的，只有低贱的下层人士才会天天吃草。如果不是我们小时候家境不允许，我们也天天吃肉，我哥也只好认了。家里的钱基本上全都拿来给侄子吃肉了，我哥有点承受不住，开始催我，问我有没有找到工作。爸妈也不停打电话问我情况，我知道该出手了，特意去商场买了侄子喜欢的玩具，又各自给爸妈和哥买了保健品，就回了家。侄子一见到我手里的东西，喊也不喊我，更别说谢谢了，理所当然的从我手上把东西抢走，又阴着脸对我说，以后再敢浪费我的钱，我就打死你。我妈嘴里嫌弃着，手里直接破开了我买的东西，有钱了买什么东西，还不快点把钱都交上来。我乖乖将我身上的几百块钱交出来。妈，我最近接触了一个新工作，只不过需要预付1万块钱培养一下，等培养完，要是勤快点，1个月也能有差不多2万。我妈往手上喷了喷唾沫，然后一张张数钱，听见我说的话，顿时翻了脸，死丫头，你说什么？要1万没有？侄子在一旁叫，那是我的钱，不能给他。嫂子却偷摸地瞧了我一眼，妈，除了这种工作工资高，其他工作1个月也就只有1、2千。我妈顿时犹豫了，毕竟1、2千和2万相差太大了，但是她又不愿意拿出钱来，只好将我爸我哥都叫了回来。我爸才不乐意将钱花在我身上，但1个月2万的诱惑太大，我哥直接双眼冒金光，费尽口舌劝我爸妈，好不容易快要劝成功了，门被人咣咣敲，嫂子去开了门，来的是几个长相魁梧的男人，胳膊上都刺满了狰狞的刺青，看起来十分不好惹。嫂子顿时吓坏了，声音都颤抖，你们是谁呀？那几个男人直接冲了进来，指着我凶神恶煞地说，楚月，赶紧还钱。我妈从未见过这种阵仗，吓破了胆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还什么钱？你这个小兔崽子，背着我们干了什么？我一脸害怕地躲在我哥身后，龙哥，我真的拿不出来50万，你们就算是要了我的命，我也凑不出来啊！站在门前的龙哥粗暴开口，你还不了，不还有你爸妈的吗？赶紧还钱，今天要是再还不了，我就把你家拆了。我哥也怂得不行，想要躲开，却被我死死抓住。我说哭就哭，凄惨无比地说，哥，爸妈，你们不能管我呀，我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才去炒的股，可没想钱全都赔了，我不甘心，只好借了高利贷，但我还是没用，钱没赚回来，反而欠了50万，只要你们帮我还了，他们就不会拿我怎么用了。妈，求求你们救救我，侄子满脑子都是他的钱，根本就不允许别人动他的，不行，那是我的钱。爸妈也不乐意，死丫头，你欠的钱凭什么让我们还？我哥发力甩开我，想清楚了一切，你问我们要钱是不是想要跑路？
贱人，嫂子趁机数落我，脸上别提多高兴了。我就说他不是个好东西，他根本就是故意的。如果不是讨债的人来得早，这钱都落在我们头上了。我一脸被逼无奈的对龙哥说，我的钱全给我爸妈了，要钱没有要命一条。龙哥动了动手，身旁2个体型高大的壮汉直接往我爸妈身边走，那就让爸妈还钱，1天不还钱，我们就在这里待1天，什么时候还钱了，我们再离开。侄子想闹，却被壮汉控制住。我妈心疼侄子，迫不及待的想跟我摆脱关系。我们没有这个败家的女儿，我只有1个儿子，我哥可不想摊上50万，急急开口。对，他跟我们没关系，要还钱就找他一个人。爸妈将我的东西全都丢了，他们亲眼看着我被龙哥带走，却无动于衷，甚至还松了一口气。我拿好自己的东西，对龙哥和另外几个人道歉，多谢，客气客气。这几个人其实是我找的群演，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欠债50万，不过是想要让他们主动摆脱我。如果我真找到工作，他们只会每个月盯着我的钱，甚至还有可能让我的工资直接绑上我哥的银行卡，到时候公司发钱了，直接发到我哥那里，而我连见都没见过。如果我不给钱，他们只会上我的公司去闹，我妈还极有可能在大庭广众下说我如何狼心狗肺，败坏我的品行，逼我将钱上交。我可不想让他们吸我血活着。拿着证件，我去了另一个城市发展。听这边的朋友说，嫂子受不了我爸妈的脾气，也根本耐不住性子，真的当起了家庭主妇。对我爸妈骂得听话了几天后，又不老实了。曾经直播儿子住院，想让人网暴我的账号，再反噬到自己身上后，嫂子非但没有注销账号，反而利用全网骂他的热度黑红了，整天拍和儿子的视频，然后直播带货赚了不少。本来想美滋滋的出去享受一把，做个美容什么的，却被侄子拦住，说嫂子挣的钱全都是他的，不允许嫂子拿着他的钱出门乱花，要花钱也只能花在他身上。嫂子气不过想要教训侄子，但侄子这几个月吃得越来越胖，浑身有的是力气，再加上他又不是听话的主，被全家惯成了大少爷的性子，连我爸妈都不放在眼里，怎么可能甘愿被嫂子教训，直接将嫂子揍进了医院。爸妈知道后没说侄子，反而指着病床上的嫂子咒骂，还将他的脸刮花了。我哥也向着侄子，对嫂子不管不顾，只是后来侄子长大了，知道没丑了，也因为挑食身体造成的缺陷，让他和正常人无缘，无论是走到那里都会被人嘲笑，气得回家将我爸妈打了一顿。我爸妈年纪大了，身体虚弱，被打一顿差点没救过来，只不过以后都只能躺在床上了。醒来之后，面对警察的追问，我爸妈也没记恨侄子，还责怪他们将侄子吓到了，各种撒泼让他们放了侄子。再后来，侄子越来越嚣张，在家里找我爸妈或者我哥嫂子泄愤，在外面则霸凌其他小孩，我爸妈起不来了。出事之后，只能让我哥给他善后。嫂子受不了侄子将他当下人使唤，更受不了整天伺候我爸妈，还要被我爸妈数落没照顾好他们的宝贝孙子。趁着天黑，给我爸妈喂了老鼠药，又偷摸揍了侄子一顿，卷走家里的钱跑了，只剩下我哥和侄子相互折磨。我哥到底没有我爸妈那么溺爱侄子，想教训侄子让他改一改性子，但太晚了，侄子已经定型了。这时候再想着改变他的思想，已经成了一场笑话了。而我从小职员一步步上升，拿着我赚来的钱逍遥下一辈子。全文完结。